啊，可怜呐，可怜呐，可怜呐！这个很多的东西啊，这完全都被打脸。这不是什么国情咨文啊，这就是一份选情救命书。要价下降600%，我刚刚听到都笑了。要价下降100%。就表示免费，我卖你1盒药，我还要倒贴5盒的钱吗？当一个领导人需要靠杜撰数字来维持威信啊，本身就是国力衰弱的铁证。好，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现在呢，川普要救自己的期中选举，今天早上才刚发表，在台湾时间发表的国情咨文，赶快立刻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哦。他说现在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他说关税要取代所得税，美国到底现在是在复兴还是自我催眠？选民到底会不会针对这场国情咨文对川普买单？今天一起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就是在今天最新24日发表的川普的国情咨文，他说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年为一个主题，现在呢，美国已经进入黄金时代，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美好、富裕跟强大的美国。美国呢，川普说的，拥有史上最强大安全边境。芬太尼在1年内经由边境流入量大幅下降了56%。过去9个月没有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通膨一直狂降，降到了5年新低，房贷利率更是创下4年新低。他还说呢，全国啊，现在全球都在投资美国，18兆美元的投资承诺，而且我们还从委内瑞拉取得了8000万桶的石油。他还说，美国的药价不断的狂下降，下降幅度高达600%。那么他也提到了关税政策，他说很遗憾的关税政策被搞成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关税没有伤害经济，反而是推升了美国的股市，道琼指数提前突破了5万点大关，川普非常的满意。最高法院就算裁定了关税违法，很让人遗憾，但是反而让我拥有了更强大的筹码，可以实施更严厉的关税措施。他也指控多年来多国不断的坑骗美国，他说未来关税收入将会大幅取代所得税的制度。被专家批评说，这个想法也太天马行空了嘛。当前美国每年个人跟企业税收5.6兆美元，但是预估啊，你川普全年得到的关税税收只有3500亿美元，还不到现在的1/10。那川普继续吹，他说我们赢太多了，多到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另外，路透社也做了一个最新民调，现在有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川普这一位79岁的总统就是个老还灯，年纪越大，行事越反复无常且古怪。当中竟然这个受访者当中有30%还是共和党人。纽森更是在这个网络上面制作了 bingo 的游戏卡，来特别讽刺川普的种种行为。有了这一场国情咨文演说之后，能不能救目前低迷的民调，救共和党的期中选举选情？汉庭怎么看？啊，可怜呐！这个很多的东西啊，这完全都被打脸。所以政治果然是很高级的修辞学啊，尤其是在川普的演讲。虽然他讲说，哎呀，这个美国比以往时刻任何都更加伟大，但这个更像是日落余晖的最后一次挣扎。他口中的黄金时代，本质上是建立在债台高筑、社会撕裂跟关税幻觉的沙中之塔、井中之月。好，这不是什么国情咨文啊，这就是一份选情救命书，主要在为选举告急的。你看他讲的什么投资18兆美元 ，CNN 直接出来打脸他，而且要价下降600%，我刚刚听到都笑了，这什么意思啊？要价下降100%就表示免费，下降600%是指这样，我卖你1盒药，我还要倒贴5盒的钱吗？那其他的什么芬太尼流入下降56%啦，零非法移民，但就在同一时间，德州跟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冲突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直播，所以这一切的背后啊，都是因为川普为了要急于挽救40%以下这种民调支持度。目前60%美国人认为他老还灯，30%共和党也对他反复无常感到恐惧。所以，当一个领导人需要靠杜撰数字来维持威信啊，本身就是国力衰弱的铁证。而且目前他的关税战，哪怕他还想要继续干，但过去这1年以及在2018年以来，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就是超级大失败。他的关税战3大目标全面溃败。第一个，贸易的逆差不降反升。对吧？他是希望能够降低贸易逆差，但是去年1整年打下来呢，美国对中国大陆、对欧洲的贸易逆差反而创下新高。
第二个，它要制造业回流也完全没有实现，回流的只有高通膨。再来第三呢，他说，哎呀，我们关税收入，记得去年他是吹多少？他去年说关税收入可以增加2兆啊，现在实际上呢3500亿。那请问一下，消失的那1兆多跑去哪里了？就是不可能增加那么多，而且这所谓的3500亿是谁出的呢？就是进口商，也是美国的商人跟美国的消费者自己承担。所以，川普目前所推出来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最后伤害的就是美国自己，更不用说在目前美国所出现的各种的社会的撕裂啦、政党的对立啦、地方的治安败坏等等啊。所以目标成空，税负沉重，内耗不止，霸权难动。好，所以刚刚汉尼有特别提到这个关税问题，现在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之一。川普还说，关税取代所得税到底有没有可能？大使又怎么看？当然可以啦，那你就停收所得税嘛，你就靠关税就好了，对不对？你就试试看嘛，对，你是就试试看呐、这个没有什么错。你知道关税，其实我们从贸易理论来讲的话，关税就是你整个社会的大部分人花钱来补贴你国内一部分的产业，就是说特定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台湾买汽车特别贵，那为什么外国人买汽车，国外汽车都不用便宜？就是我们用那个关税跟其他的相关的苛捐杂税40%的那个货物税去补贴我们的汽车产业啦。对，可是补贴了那个60年，我们汽车产业有被补贴起来吗？没有嘛。所以就变成很多贸易理论说补贴是不好的。哎，你这种关税来保护你国内的产业，第一个被保护的产业，它就变成一个坏孩子，永远都在依靠你补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社会不公平。为什么他做生意赔钱，你不拿钱去补贴他？那些公司做生意他赔钱，你就要拿钱去补贴他，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川普的补贴是最莫名其妙的，他去补贴 Intel 一拿就拿了几十亿美金，上百亿美金。请问一下，Intel 那些人薪水低吗 ？Intel 赚钱的时候有把他的利润分给美国政府，分给美国人民吗？对，他现在不行了，你叫美国人缩紧肚皮去覆盖 Intel 一点也不会补助，所以这个理论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啦。它只是想用关税来怎么样来修理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顺服于他。那他说他搞了6兆还几兆美金啊，那是数字上啦，数字上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而实际上日本人最近因为高市早苗要去华府海才拿了340亿，340亿跟那个几兆美金有差多少啊？另外一个韩国人到现在还在国会讨论，还没出来的，到底要投资什么项目都还没出来。那真正里面被抢走最多就是我们台积电。我们台积电已经几个厂，2个厂在 Arizona， 第3个厂、第4个厂，一个厂都进去了。我们2500亿我们是所谓的我们这个落实最多的，对啊。结果他没有感谢台湾，他说台湾偷他的产业。所以川普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人的我觉得为目的不择手段了。他现在落到今天这个情况我觉得还不是他跌到最低点。他还会往下面走。好，那干哥怎么看？因为川普说现在是黄金时代。国情咨文刚讲完，对不对？你知道国情咨文原来是这么的精彩大家认为说川普的国情咨文，反正他就是讲很长嘛。对，他这一次又创纪录了，他讲了1个小时又48分钟，已经创下了前人的纪录。前人是克林顿，讲了1小时28分，他讲了48分钟，1小时48分钟。这不重要，重要是他一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民主党的对手议员这个人特别介绍一下，他叫葛林 Green， 他进来的时候他就拿着看板说，这个黑人不是猿猴，为什么他会拿这个标语，你知道吗？他指的是白宫刚刚做了，也就是川普的幕僚刚刚做了一个讽刺前总统奥巴马的影片他就是直接讽刺奥巴马就是这种就是等于是没有开化的人类啦。那这样是非常这个严重的这种戏谑嘛，对。那葛林就拿着看板，然后一直挡住川普的视线，川普往哪看他就往哪挡，往哪看他就往哪挡，然后挡到最后，你知道警卫来了，把葛林给押出去了，
大家要知道，葛林是第2次被押出去，为什么？他去年也这样干，一样被押出去，所以一开始就非常的有点烟硝味啊。但是等到川普振臂一呼说，美国250岁了，现在美国是不是最强大的时候？对不对？大家都同意吗？结果那个是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共和党议员全部站起来鼓掌，然后呢，突然有一对这个美国的英雄出现了，鼓掌更大。为什么？本来民主党议员都坐着要看他的笑话，大家都要打瞌睡，结果有一队冰球队刚刚得到冬季奥运的美国代表队得到冠军进场，哇，那全场沸腾，民主党议员也只好起来鼓掌了。那这种就是情势大好，连对手都起来鼓掌了，对不对？然后总统就颁布自由奖章给这个冰球队的队员，哇，那气氛正热烈嘛，对不对？就好像这次的国情咨文应该可以非常的圆满了。今天的开场大主题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内政，政府现在关门进入2个月了，粮食券现在正式的已经要喊卡了，4200万名的美国人恐怕陷入在饥荒当中。而这一场风暴，大家一开始看本来以为是这一些比较贫穷的人会陷入饥荒，但是现在这样的风暴已经快速的扩散到美国的中产阶级了。法院也紧急拨款，希望能够救得了这一些民众不要挨饿。但是我们来看到川普的民怨现在是炸锅了吗？等一下都会一起来做解读。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首先，政府关门，确实现在从11月1号开始，4200万人就是粮食券会暂停发放了。法院很着急哦，这时候临时拨款，希望能够来做救急，但是真的能止血吗？还是我们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财政体系正式迈向全面崩溃呢？第二件事情是刚刚提到的，不只是底层人挨饿哦，风暴已经蔓延到中产阶级了。美国社会走向阶级断裂跟中产阶级消失的临界点吗？第3个事情是，确实很多人挨饿，但是前1%的富人现在撑起了全美1半以上的消费能力，但是上千万人陷入在饥荒当中，美国繁华神话会不会破灭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政府关门引爆的粮食上面的危机。原本联邦政府补助的这个叫做营养补充的援助计划，但是从11月1号开始就正式的停发了。现在确实4200万人瞬间就没有口粮可以吃了。那么政府过去呢会补助这一些人，每月发放的这个成本金额大概是落在9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2700亿，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一次川普直接停发，也就是每月不会有这些新的支出了。另外我们来看到75万名的这些公务人员已经停薪超过1个月的时间了，他们靠着刷卡，甚至有人就是卖了家当来持续的维生。我们要来看到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这是来自于民众怎么说，尤其现在面对的是拿不到食物券哦。53岁的美国人他是这样说的，这个是新西亚，卖掉了自己原本的2只 iPhone， 车子也被拖走了，现在只能靠咖啡奶昔度日。还有我们来看到，本来在纽约这边有一个地方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叫 Flushing， 它这边街头上开始有了慈济的食物仓储，成为华人救命的一个家庭的救命线。但是现在一位妈妈苦笑说，米和蛋涨太凶了，又没有来自于政府的粮食补充，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另外是来自看到是60岁的这位比较弱势的哈蒙德老奶奶哦，她说呢自己因为伤残，本来是靠粮食券可以照顾她的3个孙儿，但是现在政府的补助临时喊卡了，她应该要怎么办呢？面对现在各种的民怨，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法院决定下令动用预备金来救急，但是仍然是救不了近火。也有一些餐厅推出了1美元的爱心餐，赶快来救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场红色警戒来自于高盛发布的最新消息，他说消费疲软现在已经蔓延，从比较这些低阶的这个平民哦，现在已经扩散到了中产阶级，尤其本来是消费很重要的主力之一，25到35岁的这些青年族群，他们的支出开始不断的锐减，消费者信心跌到了数十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我们看到来自于穆迪的报告，全美10%最富有的群体，他们占全国1半以上的消费，而底层跟中产阶级现在消费正在紧缩当中。圣诞节原本家长是希望能够做庆祝。
助的，甚至有学校提议说让小朋友去参加这个华府3天2夜的旅行，要价竟然6万台币，大约是2000美元左右。民众说啊，干脆不要去了，实在太贵了。所以现在也掀起了圣诞在家躺平潮。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政府关门2个月，再加上粮食券喊停，通膨压力现在也逐渐的变成饥饿现实哦，民众面对到的问题非常的大。那么2家的法院现在要下令临时拨款救急，能够止血吗？委员怎么看？美国整个社会是有问题，但是我是觉得新闻报道一定会稍微报得比较夸大一点，因为毕竟美国的国民所得还是平均高达7万块美金，你不能够忽视它的基本国力。那有这些新闻呢，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哈。美国这个发放食物券，所谓的4200万人，它的起始的原因不是说因为你穷，所以我才发食物券给你，或者不能把它推论为你如果没有食物券啊，你就活不下去。这2件是2码子事哈。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有食物券产生？最早了，他们叫做负所得税，就是说，如果你低于这个某一个所得水准，我每个月要给你多少钱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福利计划，就是在国家很有钱的时候，当然推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一开始他们试行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有些家庭哦，你钱给他，他的钱不会花在小孩子上面，不会给小孩子很好的营养。而是爸爸拿去喝酒，妈妈拿去赌博，他们一直这个问题很头痛，你知道？后来他们干脆这样好了，我就给你食物券，那你几个小孩，我给你多少食物券，用这个方式来确保小孩子的最基本的营养。那这个概念跟我们台湾的营养午餐的概念是一样，你不能说有营养午餐，表示台湾很多人很贫穷，或者取消营养午餐，别人有很多人很饥饿，这2码子事哈。那你说有没有非常贫穷的可以来做新闻报道？还是有，但不是那个4200万人。我先跟大家解释，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不必要用这种方式去看问题哈。那你现在这个法院呢，所以联邦地方法院裁定说，哎呀，这个联邦这种关门还是要处理啊等等。那这是法院的依法的立场，他认为就是说，你联邦这种关门是一件事情，你该发给大家食物券。那些人军队都可以上班，为什么军人不能上班？主要是在争论这一点。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国会通过的法案哦，跟你联邦这种关门没有关系。那美国的中产阶级有没有在往下滑？有在往下滑，但是往下滑，它还是全世界少数最有钱的中产阶级。我们不能。那当然他会很多抱怨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力是很吓人。但是借贷力也很强所以他经常就是会买这个车子啊，然后这个房子啊等等都是靠贷款，所以会有一定的利息的压力等等。那所谓的全1%的富人撑起全国消费的一半，我对这个事情是存疑的。因为1%的富人呢，他的总 GDP 对不起啊，撑起美国这么庞大的一半的消费，因为美国消费占 GDP 70%这个说法我认为是稍微夸大了一点怎么算都不符合这个数字。那你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食物券造成那个法拉盛啦，发放这个食物品这个几乎全世界到处都如此啦，台湾也一样。有人送免费鸡蛋就一堆人排队送免费面包一堆人排队这不表示他们饥饿这2件事情，有人就这很热闹这个慈善等等我们来参加一下也会有那这个当然你跟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些低收入家庭，当然会有比如说他这个田纳西州等等。但注意到美国有个特色，就是贫穷家庭的救济活动不是联邦政府的事，是州政府的事所以田纳西州它如果有联邦的食物券，这是联邦给的福利，不是州政府。州政府还有另外一套福利，可能各州不一样。那可能因为伤残所以他养这个可能还需要特别的补助。那刚好现在不发，联邦政府关门，不是不给你就是关门所以领不到。
那就会有一些这个抱怨啊等等，这也是川普啊，民调会下滑。但川普现在退给那是民主党的事，不是我的事哦。那这个就吵没完了。是好，那这场风暴我们看到，其实刚刚说的持续蔓延到这个中产阶级，本来应该是很重要的消费主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接下来的影响，小舰长又怎么看？我谈一个国家哦，那个国家的识字率排名全球第7，数学能力排名第27，然后科学排名在第22名啊。那但是呢，它还有3个现象。第一个，监狱服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全球最高。第二个，成年人相信天使存在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第三个，消费就是最多的预算在国防开支上面，这是哪一个国家？这个就是美国。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是这样。我们认为的美国是最近1个月，道琼工业指数涨了804点，然后纳斯达克涨了944点。这个也就是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其实我们一直认为美国还是 M 型社会，其实美国已经不是了，美国是 L 型社会，也就是只有很有钱的那一群人，那他占了无论是收入或者是消费，那其他的通通一起躺平。那这一个 L， 而且这个 L 还长尾啊，这 L 的人数非常多，所以我们讲说啊，我刚刚讲的数据还不是最新的，也就是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识字率啊、数学或者是科学的排名，这个是2012年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叫做《新闻急先锋》。这一部那个美剧，它一开始它就是这样讲。时过13年了，美国的状况有变得更好吗？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国奉行了精英主义，他们一直都认为，反正精英是无法世袭的，都是要靠着自己打拼出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当初讲哈佛，当初讲斯坦福，到底有多少学校的学生因为爸爸妈妈捐了很多钱，他可以进到这些学校去，而且还可以顺利毕业。这个也就是我们想一想啊，说大家以前认为就是僵固的 American Dream， 那美国梦真的是精英的所组成的吗？不是，而且偏偏是这个状态啊，反而是大家要付出这个不平等的代价。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之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史蒂格里斯他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这个也就是会滋养了极端主义。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的社会已经变成如此。刚刚小舰长帮我们特别提到美国的 L 型社会，也请老师来带我们看，现在是不是呈现一个两极化？杨老师。美国人均 GDP 是85000美元哈，但是它没有什么最低薪资了。它因为我们台湾是算月薪嘛，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算以打工最低薪资多少？联邦有规定，这个还真的蛮低的，是7.25美元1个小时。但是有一半以上的美国的州啊，那每个的州的规定又不一样，大概就是15块美元1个小时。像加州是16块，华盛顿州也是16块。然后呢，每个这个 county 哈，它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规定。所以全美国最高的这个时薪啊是在哪里？在好莱坞，19.65美元。所以如果你一天工作个8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5天，其实你可以大概如果用15块来计算的话，可以得到台币7万块以上。如果说台币7万块以上扣掉税，因为又有地方不同，比如在纽约市，你要扣州税，你要扣这个市的税，你所有的消费，所以还会因为有地点的差异。比如说在中西部，它的税就比较低。然后呢，你的消费通常过去，因为还记不记得4月份川普打全球贸易战之前，大部分国外的商品进入到美国，几乎都是2%的税，或者是最高2.5%。中国大陆大概是23%。那所以呢，其实全世界的东西就到美国来。通常你在超级市场，因为我在美国住过4年的时间，你会觉得那些东西相较于其他国家真的是比较低一点啊，价格比较低，因为大量的这个消费，而且在美国的环境，其实除了在都市之外哈，你大部分的郊区那个都是比较开阔的，所以呢，
他们的生活其实是不会像一般我们在亚洲这些都市里面感觉这么拥挤。对。但是呢，他们的消费的习惯呢，通常就习惯于一些比较低价。今年的问题来了，就这几年呢，应该是说，那今年问题更严重，开始物价就不断的往上涨。哦，不断往上涨的情况之下呢，中产阶级大概是年收入平均是10万美元，10万美元以台湾而言呢，都算是这个高收入了哈。对。可是呢，在美国现在10万美元可能在一般的生活哈，都可能要相当的拮据了。是。你想想看，我们在台湾买一个大麦克一套餐，大概是160块台币 ，Uber 再贵一点。那可是呢，到美国最便宜的是15块，贵的到18块，甚至20几块，美金，哦，那就是台湾的大概3倍是这么高。所以它现在的物价使得很多人就是开始变成，就是美式繁荣会怀疑，可是它又集中在少数人的这个财富上面，这是资本体系里面的这种情况。可是他的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如果你工作行业选对的话，你往往那个收入就会跳得很快。所以那个是一个靠个人竞争、靠个人能力，但是呢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它整个派非常大。所以你要说美国多么的贫困，其实真的还不至于。但是呢，它跟以前相比，的的确确现在是辛苦太多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了美国的经济是否大崩盘了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统整，说100万人的失业问题现在在美国发生，还有物价飙涨，更有60%的美国人陷入在贫穷的地狱当中。这些数字都不是空穴来风，等一下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细细看。美国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现在是否自己拆掉自己的金字塔？因为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做了揭露，现在60%美国人陷入在经济地狱里面，他们靠政府补贴，也靠信用卡的卡债过活，连基本的开销，尤其现在碰到高通膨的问题，都快要撑不住了。先来看到几个数字，来自于这些专家说的。桥水基金创办人，我们先来看，他说美国的经济现在依赖的就是这一些1%的高生产力族群，而底层有60%的劳动者都逐渐的被边缘化了。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形成非常强大的经济弱势阶级，而60%的美国人他这样说，有阅读能力只有相当于小学6年级或者是更低，造成美国现在内部生产力停滞跟社会阶级的划分越来越明显了。来自于人力机构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到今年的9月份为止，美国企业已经宣布裁员94万多人了，而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科技业裁员的现象是最为严重的，一共是高达了10万人。而这个也不是一个预言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科技业的亚马逊已经宣布了准备大砍3万名员工，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裁员潮，简直就是一触即发了。更惨的是，确实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要来看到美国现在家庭每年得多支出1500美元，包括了他们现在日常要吃的东西，牛肉、水果、日常用品涨幅高达了10%到15%。美国的消费者的信心10月指数也创下了半年来的新低制造业更是连续4个月都是收缩的，美国民众的信心可以说都是已经快要崩溃了。而美国进口商为了要避开这些接下来潜在的关税冲击，他们选择跟中国大陆现在进行提前拉货，赶忙从大陆进口春季的商品，先放在自家的仓库先放着，免得商品会越来越贵了。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美国号称世界首富，但是60%的民众现在陷入在贫穷跟负债当中，阶级似乎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样的结构还能继续支撑美国霸权吗？我觉得美国很脆弱，也很危险啊。美国所幸都一直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公司出现，然后这些公司的产值是十分惊人，所以一直依靠的这些新生的科技、新兴的这些公司来养活美国广大的底下的人。你看，在过去有微软。本来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之前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出现经济的危机。微软还有后来的数位经济他们的出现你看它开始改变了美国，解决了美国的财政的问题，美国的经济的问题。然后 Meta 又出来了，脸书出来了，你看它创造多少财富，不管是亚马逊，然后到这个特斯拉，你看到今天都还出现了。英伟达就是辉达这样的一个公司，辉达的现在的产值都已经到
啊，它的整个公司的市值都已经到5万亿啊，5兆美元啊，这不得了啊！它一年的产值都已经是至少3400亿以上，有人估计啊，它到5000亿都跑不掉。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台湾一整年的总产值也不过就7600亿美元。美国一家公司可以将近我们的1半国家的总产值，这代表什么？美国依靠的就是这些大公司，这些高科技的大公司，他们在支撑整个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可是我为什么会说他们很脆弱？就是如果这些公司出问题了、出状况了，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特斯拉被中国的电动车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苹果在中国大陆卖不动了，啊，或者是苹果被中国大陆的手机都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我都用假设了。对。那你想想，假设中国的 AI 起来了，然后回答，所以为什么黄仁勋他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我今天起那么快，我明天可能就下来了。那如果他们一下来，如果这些支撑的美国经济能够养活这么多的美国人，因为他们的贡献的税收非常的高嘛，所以美国的社会福利或是美国的社会补贴，其实依靠的是这一些赚非常多钱、经济体非常大的这些公司的税收。那你想，这些公司如果一旦瓦解了，美国还剩下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经济这样发展是错误的，是非常脆弱的。它一直依靠的就是硅谷等这些大头脑。他们的创新的东西，可是中国打的是一个系统战，而且中国的高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领先的科技，未来10项科技中，美国能领先的不到3项了，7项中国领先了，所以如果这些美国在未来它都不再有这种独角兽巨大的公司存在的话，美国它基本上社会说崩解，也可能就是一夕之间的事情了。好，所以有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重压，不管是新创产业、科技产业，但是又要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竞争。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确实经济内部也碰到许多的问题。刚刚讲的嘛，制造业萎缩，还有100万人失业。现在还有担心的就是 AI 取代了这些所谓比较低阶层的人力，美国转型会不会反而被掏空？经济会不会面临崩塌？委员又怎么看？都不会。我肯定的说哈，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阶级社会，美国是一个认为强者应该享受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弱者不会有太高的同情。在教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有大学教育人口比重数一数二，大概有劳动人口50%以上受过大学教育。这个比例在中国只有18.5%，可是你如果看到50% 以上受这个大学教育的，对不起啊，那个其中念那个理工科的、技术科目的50% 里面竟然不到5%啊，都是念一些什么服务啊、哩哩扣扣的那中国又不太一样，这18.5大学毕业里面有将近1半的6%比美国还多人念理工科的，这是第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比较。第二个啦，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然后可是美国有全世界最烂的大学，所以他50%念过大学1半以上都烂大学，这个什么 community college 之类的东西。那因为中国对大学教育是严格管制，不是你想设就可以设。所以变成中国的大学的素质会比较平均、比较高那这几乎是2种不同社会思考所产生的一种劳动力的生产结果。那再来谈到这个中学以下的教育中国你可以说它强迫教育、义务教育，公民接受教育是公民自己的义务，要把书念好。所以这么一强迫结果即使中国只有小学毕业生，他的算术跟代数的水准远远高于美国中学生。那美国采取一种比较放任的教育那跟东方某小岛很接近你那个不及格也可以毕业就是这种气氛可是大陆不行大陆连那个小学都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变成说中国大陆虽然它大学生的比重比美国小，但在实质上它的劳动阶层的教育水平比美国劳动阶层高。
所以这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美国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可以产生最好的精英阶层，可是就经常会形成美国就是一个阶级社会。那因为美国有这些精英阶层存在，那变成美国也不太容易垮啊，有点拖死狗的味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因为教育的这个大众教育很成功，可是它会相对的会创造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失业率会比较高。因为教育程度高，他做那个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所以美国的失业经常都在4%以下，中国的失业率都在5%以上。所以这个2个国家各有它的家有本难念的经。好，那另外请教厉将军呢，在谈到这个关税，还有这个高通膨等等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政府正在关门当中所以说现在的 CPI 指数来讲的话，他们没办法统计。包括到美国政府机关来讲的话，甚至于商业机关来讲的话，他们不晓得现在最新的数据是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从美国来讲几个指标，我们都认为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来讲经济将会面临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第一个来讲，它国债已经高达到38兆这么多，38兆美元。那如果说按照这个利上滚利来讲的话，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关心的，川普高关税反噬了，执政现在达到正式的100天，但接下来现在预估美国人的苦日子恐怕过上的是1000天最苦的日子。如今他们吃饭还得分期付款，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是过上了快要到第3世界的日子了吗？今天我们会特别来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这一天是在川普在30号，他跑到了密西根州去做执政100天的一个演讲。他说这个是最成功的100天。他自己讲，他说终于有总统是以美国优先了，而不是中国为优先。中国你被课征145%的关税，他说什么？你活该。他还说，我统治了美国和全世界，把自己当皇帝了。在这场演讲中，他也特别痛批了美国，因为最近包括了美国，不管是反对川普或者是亲川普的媒体，全部都是炮火猛烈的对着他。他对《纽约时报》、对《华盛顿邮报》，甚至是对这个亲川普的媒体 Fox News， 他也说了，他们不断的做假民调，制造假新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呢，问题来了，川普想要切断中国制造，但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没有中国，美国人真的能够过日子吗？这个是《纽约时报》特别刊登了一个文章，以 Your Home Without China 为题。我们请导播来 cue 一下下一张的一个画面哦。这个《纽约时报》特别做了这一张图，就是在讲说，这个一般的美国人家中用到中国制的产品大概有哪一些？我们来看到这边特别指出，这个橘色跟红色就是有用到中国制的产品。我们先来看到整个家中厨房的部分好了，光是厨房，包括微波炉或者是火炉，甚至是到这些锅子，甚至到这个果汁机剪刀等等。桌上的所有东西，还有这个手套，都是中国制造的。另外，再来把它放大看看整个家中。如果看房间好了，枕头套桌上的这些装饰品，阳台的雨伞、椅子还有这些这个烤 barbecue 用的火炉等等，甚至是房间好了，电脑萤幕这些全部都中国制造。纽约时报说了，整个家中90%以上全部商品都来自中国制造。那美国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要来看到，不止消费者崩溃，请导播来回到这边。现在亚马逊，美国最大的这个电商也崩溃了。他们接下来正在拟定的就是说，会在所有的产品未来旁边产品都会来标示说，额外的成本。征收的多少关税，要消费者直接可能就是要请他们自己来买单了。结果这个消息一出川普就暴怒了，白宫还因此召开了记者会。这一次派出的是他们的秘书长，直接召开记者会，怎么说？李威特这样批评了，这是亚马逊发起的一项敌对、带有政治目的的行动。就亚马逊只好说了，他就说我们不会做这一项措施。节目一开始来请教委员怎么看？美国希望戒掉的中国制造，刚刚看到那张图了。90%以上的商品全部都是中国制的，一旦强行脱钩，接下来美国会引爆海啸、消费崩盘吗？美国已经准备好承担这样的代价了吗？委员怎么看？
所以我想，川普讲这是最成功的100天哦，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是帮中国人讲的，就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真的是川普最成功的100天，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在100天之内哦，就可以把美国80年来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霸权哦一次摧毁掉哦，所以呢。这个对中国人来讲哦，我觉得有川普的确是一件很令人庆幸的事情哦。那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哦，川普不断的在强调，他说中国，他说台湾、日本、韩国，全世界都在剥削美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商品都 outsourcing 了，就叫做外包到了海外去生产，他把这视为剥削哦。可是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川普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故意玩了一个。你说他愚蠢也好，你说他是刻意也好啊，他故意玩了一个小把戏。他跟我们讲的所有的事情都只集中在贸易账，他跟全世界国家算账都在算贸易账。可是事实上，在经济学，我们看的不止贸易账，我们还有资本账。什么叫资本账？我们台湾从美国赚到了美金，最后去哪了呢？去买了美国的国库券，买了美国的公债，他拿了白纸去印成了公债，我们就把它买了，这个钱又流回到了美国，让美国政府去使用了。所以事实上，长久以来，全世界各国，就算跟美国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在资本账上，他们都是美元公债的最重要的贡献者。可是川普完全不提这件事，他就只提贸易账。对，那么你讲到贸易账的话，关键问题就来了，你说 outsourcing。是我们台湾故意去抢了美国的晶片吗？是这个其他的国家，中国大陆故意去抢了 Nike 的生意吗？不是的。Nike 的球鞋之所以会外包到中国大陆，那是因为对任何的企业来讲，它都要追求最高品质、最低成本，才会有最好的竞争力啊。所以 Nike 当然会盘算，我这个球鞋究竟要在美国生产好，还是在中国大陆生产好？所以在中国大陆生产出来的球鞋可以有很高的品质，可以有很低的价格。同样的，各式各样，你刚才提到的，在这个美国一般人民家中，各式各样的产品都是一样的，没有人去抢他们的生意，而是做生意的人，他们这些企业界自动自发的去做 outsourcing。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数字王国在洛杉矶，我们在好莱坞有生产基地，可是我们接的案子，我们不会在洛杉矶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里的人工费太贵了。对，所以我为了要降低我的成本，我要 outsourcing 到加拿大，因为它有退税，我甚至 outsourcing 到印度，因为它便宜。那你说是印度跟加拿大抢了这个美国的生意吗？没有啊，因为我必须要这样子做，才能够降低我的成本，美国人民才能够用比较低廉的成本去看到好的漫威的电影，不是这样吗？我如果都在美国生产，那不得了了，漫威的电影生产成本要大幅提高，那难道美国的人民要付更高的票价吗？所以今天当川普决定要跟中国大陆打贸易战的时候，他算错了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彼此的贸易之间哦，大家仔细看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中国大陆去购买美国的商品，其实那都是因为了平衡贸易逆差，所以他做了大宗的农产品的购买，或者是这个石油的购买，或者是液态天然气的购买哦。可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采购的东西是什么？是日常一般的家电用品，日常一般的这个生活用品。所以一般的民众，如果你今天要比一比说中国大陆的民众跟美国的民众哪一个可以顶得住中美贸易的脱钩，中国大陆可以顶得住。你现在到中国大陆的商场去看，有哪样东西是美国做的？我前一段时间才从上海回来，我特别研究了一下说，哎呦，麦当劳啦哈，肯德基吧，星巴克啊，然后呢，大概披萨哈，然后你到了他的卖场去里头，你很少看到美国的商品可是不一样哦。今天你到了美国的沃尔玛去看看，有多少是中国大陆做的？所以今天对人民来说，谁的痛感会最强？当然是美国人民的痛感啊。所以其实川普搞错了一件事情，就是回到我先前讲的，美国人之所以可以过这么好的日子，我们到美国去观光旅游，我们可以到 Outlet 买到这么便宜的东西，我们跑进沃尔玛里头，我们跑进 Target 里头，甚至你去 Marshall， 你去 TJ Maxx， 你可以买到很多很不错的商品，那是因为有中国跟全世界的劳工在支撑你美国的生活耶。川普没有看到这一点。美国的劳工都去干嘛了呢？美国劳工去赚更高的钱了，他们去做其他的事情了，他们去华尔街赚服务费，他们去矽谷赚这个版权费，赚 IP 的钱了。所以事实上，美国没有吃亏啊。但是今天如果川普真的要跟中国大陆硬干，就像我刚才讲的，
最后痛的绝对不是中国大陆，因为你到中国大陆去看看，你看不到任何美国货，就算脱钩，从现在开始，中国大陆不吃麦当劳，不吃肯德基，不吃这个 Shake Shake， 不吃星巴克，中国人民还是可以过得下去，可是美国人民活不下来了。好，所以美国政府应该到底，那企业界现在要讲真话也不能讲了吗？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是亚马逊，亚马逊就说我未来商品旁边要来标示一个说，这个因为关税的关系，所以我增加的成本是多少？就白宫就立刻把它拿出来，把这个贝佐斯的照片秀在记者会前面，有点像是威胁他。现在是连这个产业经济都要变成政治审查了吗？美国企业到底还剩下多少自由？岳老师怎么看？美国企业现在的话呢，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前所未有的压力是因为美国长期来讲的话呢，因为美元的关系得到的好处，现在被这个川普莫名其妙的完全否定了。川普本身的话呢，是非常笨又非常坏的人。然后呢，连带了他整个内阁，尤其是这个李维特这个发言人的话呢，也非常非常的笨，也非常的坏。因为这个其实这个观念要整治这个亚马逊的贝佐斯是矛盾的观念，因为你一方面强调川普讲的是对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又不准人家说这个对的原因是什么，那让大家突然感觉到，比如说一个裙子原来卖100块的，现在变成400块，然后呢，大家就要问为什么变得这么贵，你要把它解释出来啊。那么企业当中为了做生意，他有必要做这个说明，但是我觉得川普这边的问题啊，不单单是在于说是对于美国的经济自由做了什么限制，川普对所有的自由都做了很大的限制。川普对高等教育的话呢，自由做了限制。现在搞得美国的高等教育的话呢，100多所学校，我不知道你学校里面有没有反对川普的，但至少哈佛大学带头，影响到了他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啊。其实讲良心话，这个是非常无知的，尤其是川普这个无知的人啊，要跟那个哈佛作战，然后找这个李维特来讲的话呢，针对于商业的目的来讲，我现在讲川普的笑话非常多，川普的笑话真的是我都不晓得，因为我感觉到说，自从川普这100天来讲，我是刚刚算了一下，川普还剩下1361天呢。经济学人出了一个杂志，弄那个老鹰全身都是绷带以后，讲说才过100天，还有1360几天要搞。我跟你讲啊，这个真的是说句良心话，我自己才是什么感觉啊？我顺着讲啊，就是说天佑中华也不要这样子嘛，你让中国人稍微磨练一下嘛，你怎么搞的这种事情？因为大家要了解，因为美国本身第2次选出一个又笨又坏的总统，证明有1半以上的美国人真的是很笨很坏啊！你现成的利益，大家我跟你讲，我讲这句话很多人会听得不爽，但是实际上美国人是自己要把自己的利益丢出来的。美国有世界的霸权，我们都承认了。即使按照今天这种态势的话，这个大陆昨天登了不贵的这个通知的话呢，我相信为什么一开始的第一个镜头就是搞到文化大革命啊，抗美援朝的时期啊，因为这是一场非常艰苦艰难的情况，所以说不愿意跪下来的原因是说，如果我们稍微意志不坚，就有可能要跪下来。美国的确是很强啊，但是美国在这种乱搞下去，你们想想看，川普这样的乱搞1361天，再这样接下来的话，我觉得美国元气大伤的情况下，美国目前为止的形象是极其差的。美国目前形象非常差的，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因为川普每天在闹笑话，今天川普闹的笑话是什么？就他想当教宗啊。对，他这个，然后教宗管14亿，他只管3亿人啊，他妈疯了！还有川普2028，我真的希望川普永远干下去，我真的蛮希望的。好，我们现在看到川普这个川建国统，对他才执政100多天，现在刚刚讲的嘛，就是说接下来美国人的苦日子还有超过1000天，我们要看到接下来美国人还要承受哪一些东西。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高通膨，包括说，我现在如果买一件衣服，在美国啦，如果我买一件衣服，这个价格 Temu 来讲。18块美元的夏季洋装，因为夏天要到了，现在要美国人去买要44块美元。那如果我只是帮小孩子买一个泳衣，一件泳衣12元，现在是31元。艾迪达也说接下来他们会涨价了。美国的网友怎么讲？好，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他们就说我1天之内，我觉得我从一个亿万富翁一样的在购物，结果我觉得我现在像是穷人家在购物。那美国现在消费者很担心未来美国的经济会面临衰退，现在掀起了一个全新的热潮，有一个体制叫做先买后付，叫做 BNPL 的一个支付方式。过去美国人他们买比如说爱马仕包包啊，这些名牌包包，他们会用这种先买后付的方式，但是现在什么？我去市场买一颗鸡蛋，我叫个外卖，我都用先买后付。他们说因为他们要把现金留在身上，以防未来经济衰退，结果导致现在很多预期缴款的现
现象不断的发生。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在这时候出来说话了，他说再这样搞下去，美国的货架恐怕像第三世界一样，最惨的状况，美国人未来连手机都可能买不到了。另一方面，再补充，今天有一个比较新的消息，也就是说，川普的长子在这个时候，他还要打造最顶级的富豪俱乐部，入会费50万，对比这些基层人员的痛苦，好像川普都没有看到吗？华干哥怎么看？思敏，你买一个铂金包如果50万的话，你觉得在这个自由市场的这个经济架构之下，我们去用分期付款买合理，对不对？因为它价值50万嘛。所以我一次没有办法付那么多出来，那也不合理嘛。美国现在是最大的什么叫做 Lending Tree 借贷平台，生意很好。他强调是 BNPL 是什么？先买后付。Buy now, pay later。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仙帮我们解释。可是我问你，那先买后付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花明天的钱。你就是说你根本没这个钱，你买了，你后面付不出来，你会怎么样？这很像次贷危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付得出来吗？这个 Lending Tree 他们统计了2000个受访者之中，有1/4使用他们的 BNPL， 然后他们的这个就是违约率已经达到20%，可是还是很夯，很多人来借，因为它当然有利息嘛，对不对？你要按时缴，超过1周没有缴的话，就会紧缩，你就没有信用了。所以很多中产阶级白领阶级，他们都会在1周之内想办法缴上去，就是会缴足。但是现在慢慢的，超过2周，超过3周，信用打死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关税。就算 BNPL 现在很受美国老百姓的欢迎，但是他们认为在2个月后的通膨以及2个月后的那个货币紧缩，他们会觉得说完全没有安全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BNPL 就是一种分期付款，跟我们台湾的银行是一模一样的啦。它当然也有滞纳金，对不对？就算是有这样的机制，可是他们对未来的经济越来越持悲观，而没有信心。所以美国人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我刚才说铂金包你才要分期付款，他现在不是，他现在到 Costco 他都想要分期付款，50万的包跟5000块的那个青菜、萝卜5000块他都想要分期付款，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开始要扩张经济政策，什么家庭都要扩张，扩张什么意思？扩张就是先拿先赢啊，后来再来付钱，付不出来的话我就跑啊。这对于一个正常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是不正常的现象。就像你刚刚讲的，一件裙子，它的税金成本，它的关税成本已经超过这件裙子的1.5倍的时候，那我想请问你，那消费自然就停滞嘛，对不对？是。所以他们还发现，这里面最会跑的，就是说最会持脚的，像 BNPL 平台，就是年轻而有创造力跟生产力的男性高阶白领阶级，就是这种人最容易跑。其实他们是最有能力付钱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跑？就是因为川普，你这个错误的政策。更好笑的就是说，他们有一个音乐节地方的音乐节，599美金，18000块台币。如果说我们周杰伦的演唱会没有那个分期付款的，也没有先付款先享受后付款，没有这种东西，你一定要付清，对不对？那现在有，我看有的以后60%的人只付49块美金就进场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这就是美国现在生活的现实状况。违约。好，而且照这种情况下去会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原本美国的财经专家在评估说，美国会不会有金融风暴？是，当时大家的判断说不会。虽然是关税顶多就是对经济造成冲击，造成经济萧条，造成经济衰退。可是如果就像刚才华干哥讲的，如果今天是用 BNPL 的话，它将来就是卡债风暴的翻版哦。对，而且是大量的人，虽然那个金额许不高，可是如果大家都玩这一招的时候，卡债风暴一爆起来，那个 BNPL 到时候大家都信用违约的时候，你马上就冲击到那个平台跟金融机构了。因为事实上，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演唱会的票，是有人帮他付了，对不对？他是事后去交就等于是一个借贷关系了嘛，可能金融机构出来先帮你把它付掉了，你付49，剩下的这个550，你以后慢慢付。可是当你信用违约之后，
代表马上就冲击到金融体系了。所以这样子的状况极有可能会造成美国自己的内部的本土的金融风暴就发生。